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奔跑吧白鹿和范丞丞狂揭姚一天黑历史，沙溢和宋妍霏卧底失败。奔跑兄弟团这一期走出国门，来到了匈牙利布达佩斯。匈牙利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，到2024年为止，中国和匈牙利已经建交75年了。为此，匈牙利国家旅游局向综艺奔跑吧发出了邀请，希望节目组可以来到匈牙利录制。这一次，在复古气息浓厚且金碧辉煌的格德勒宫集合的奔跑兄弟团们，因受巧克力公主邀请，盛装而来，只为帮公主殿下制作美味的巧克力。格德勒宫是匈牙利规模最大的宫廷建筑之一，也是匈牙利王室曾经的住所，更是伊丽莎白皇后茜茜公主最喜欢的度假胜地。所以，这一次奔跑兄弟团成员们的着装打扮都十分奢华隆重。故事背景：因为公主对巧克力的疯狂喜爱，所以特意打造了一台巧克力制作机，只要将神奇的调料倒进机器里，就能制作出对应口味的巧克力。调料都是他们从一家神秘的调料店购买的，那里有3种口味的调料，分别是柠檬汁、苦瓜汁和辣椒油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每一种调料都有7个味道等级，每个等级的调料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每一组男女搭档将各自持的神奇的巧克力调料一起倒进机器里，便可以得到美味的巧克力。明明说好是男女组队，周深的身边有白鹿，沙溢的身边有宋妍霏，张真源的身边有宋雨琦，李晨的身边有陈乔恩，只有郑恺和范丞丞只被分配到了一个娃娃。范丞丞觉得，哪怕让郑恺打扮成女生，都比和娃娃一组强，而郑恺或许也是这样的想法，或者可以再让他老婆苗苗来救个场。但是整期比拼之中，很多游戏都需要有6组成员，但女嘉宾又不够，所以不得不给他们一人配了一个娃娃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一期的开场氛围和环境都足够美丽。只是作为总导演的姚一天根本没有想到，他给他们准备了这么唯美的开场，却是为了给自己一场暴击。谁能想到啊？姚一天的视频火了，但最忙的却是范丞丞和白鹿。都是因为互联网记忆太好，全民都在提醒范丞丞和白鹿不要错过姚一天的古早视频。白鹿打扮得像精致的洋娃娃，可那张小嘴却像淬了毒，张口就是模仿姚一天的黑历史，对导演贴脸开大，直戳肺管子。更过分的是，他看姚一天没有生气，甚至还想再来一句，不过最终还是收敛了调皮。奈何姚一天的噩梦并没有结束，因为范丞丞出来了，也是出场就模仿姚一天，令姚一天直面自己的黑历史。范丞丞和白鹿玩得很开心，姚一天却险些破防，好想逃却逃不掉，这破班上的是真没尊严。还好这俩人懂得见好就收，这才放过了姚一天。6组搭档一共为公主做出了6块巧克力，巧克力完成之时，美丽的公主也缓缓赶到。当她坐下来打算享用美味的巧克力时，白鹿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深谙节目组套路的她生怕公主吃完了巧克力，在他们面前出点什么状况。果然，公主吃到了1块辣味巧克力后，竟然和身边的翻译官双晕了过去。面对这个情况，成员们需要帮助公主找出使用了过量辣度辣椒油的成员，而第2辣的组合与最辣的组合属同一阵营，会帮助其进行隐藏。剩下的其他4组为同一阵营。为了找出真相，成员们即将开始任务比拼。在格德勒宫花园里，成员们会进行一场玩偶足球赛。6组成员被分成2队，
每个人的双脚被捆绑后，用双脚运送玩偶，将玩偶踢进对方的球门，即可得分。最终进球更多的一组获胜，并且胜出的队伍可以指定查看任意一名成员的名牌，查看调料信息。几乎是游戏刚一开始，李晨便接连2次抢到了玩偶，以绝技倒挂金钩，毫不犹豫直接射门，勇夺2分。此时场面有点搞笑了，对面几人直接破防，觉得没法玩了。这边的队友觉得没自己什么事了，让李晨一个人上救的了。开局没有多久，赛场上已经是一片混乱了，导致宋妍霏好不容易抢到了玩偶，却险些射进自己的球门。范丞丞的目的很明确，可以不进球，但必须牵制住大黑牛李晨。最终红队以碾压式的胜利战胜了黄队，黄队不仅输了，还要被节目组侮辱。当郑恺通过抽签获得查验名牌机会的同时，节目组告知众人，陈乔恩的名牌被最辣的组合给封锁了。同时，一位成员被查看名牌，则他的搭档便再也不能被查看名牌了。所以，若此时查看了陈乔恩的搭档李晨的名牌，那么陈乔恩的名牌在这一整期中都不可以被查看。当陈乔恩得知自己的名牌被封锁，肉眼可见的慌张，不是表演得太好，就是真的慌张。而他身边的李晨也表现得极其不自然。因此，郑恺决定先不查看李晨，随便查了一个宋妍霏，却没想到宋妍霏的调料竟然是5级辣椒油。在下一轮的任务挑战中，最辣的组合也会重新决定封锁谁的名牌。由于这场比拼太过激烈，陈乔恩在比拼中受了伤，额头破了皮。但搞笑的是，贴上创可贴的他，造型好像断眉一样，却丝毫不影响他的可爱。在匈牙利最古老的电影院乌拉尼亚国家电影剧院中，成员们会进行名为好像在哪听过的影视歌曲争夺战，由3位匈牙利本地的朋友对耳机中的影视歌曲进行哼唱。成员们通过这些哼唱猜测歌曲名和影视剧名，猜到后到导演处确认无误后，便在后面的座位上找到歌曲名和影视剧名的布条，即可得分。得分最好的一组可以获得查验其他任意一个成员名牌的权利。在这局没有开始之前，郑恺作为上一轮的查验人，进行了一番推理。最后说到宋妍霏的时候，一句陈妍霏直接令整段垮掉。说错嘉宾名字，直接抹杀了所有的高光发言。在这项比拼中，每轮出场3组搭档，当他们听到匈牙利人哼唱中国影视金曲的时候，一脸懵的表情可真是太好笑了。在这个考验耳力和乐句量的环节，专业歌手周深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了，全靠白鹿带着他一路狂奔，把周深的鞋都给跑掉了。搞笑的是，每一次郑恺都是第一个答对，最后一个找到答案。直至电影《芳华》的插曲《绒花》的音乐响起，郑恺总算反应迅速了一次。或许这个要是再不得分，会有舆情吧。而剩下的2组，白鹿和周深拿了2个歌名，李晨和陈乔恩拿了2个剧名，主打一个谁都别赢。到了第2轮比拼，范丞丞像傻了一样盯着唱歌的朋友，郑恺为了提醒他，也是操碎了心，说他只看自己的电影，把同期的作品都踩在脚下，这才让他知道音乐的出处。在这个环节里，范丞丞唯一的高光时刻便是秒猜《家有儿女》吧。离谱的是，宋雨琦和张真源竟将《家有儿女》的主题曲匹配成了《无法原谅》。范丞丞对张真源的那句灵魂质问：“你无法原谅杨紫吗？”真是要笑月了。万万没想到，下一题还真出了《无法原谅》，张真源不仅秒猜，还迅速找到了答案。最后一道题直接精准猜中了张真源的统治区迪迦奥特曼的歌曲，甚至已经成了他的肌肉记忆。这一轮得分最高的一组
是张真源和宋雨琦，而周深的名牌被封锁了起来。张真源在上一轮中第一个被封锁名牌的队伍里，选择了李晨来查验，却没想到李晨的辣椒油只有1级，而被怀疑的白鹿和周深为了摆脱嫌疑，直接名牌。这个环节的比拼结束后，成员们将不再获得查验名牌的机会，同样的事也不会有名牌被封锁。在解锁欧洲最顶级温泉盖勒特温泉浴场体验的同时，成员们将进行一场名为乌鸦喝水的任务挑战。各组搭档轮流上场比拼，一人坐在中间，头顶水盆，一人一手一只瓢，在其他成员的干扰下，努力用瓢将冰水倒入盆中。头顶水盆的成员需要将盆里的水倒入面前的桶中，使桶中的乒乓球浮起，耗时最短、最快将乒乓球从桶中叼出的队伍获胜。由于这项比拼需要和真人配合，所以范丞丞和郑恺被临时分为一组。虽然是在温泉内进行游戏，但用的水却是冰水，所以这场游戏并没有那么享受，并且除了获胜的队伍之外，其余队伍需要按水量排序，接受不同程度的水耳光惩罚。白鹿和周深看着瘦胳膊瘦腿的，劲还挺大，把张真源整的忙活半天，一滴没进。张真源好不容易快要靠近宋雨琦了，被白鹿一拽，一瓢水直接泼到了自己的脸上。白鹿和周深这2个人就不考虑一下，一会他们也是要挑战的吗？玩到最后，张真源已经疯了，压根不管宋雨琦的死活，得着水就狂泼。同时，这个梁子也是结下了，到了周深和白鹿挑战的时刻，周深连水桶都够不到。后面的周深如此艰难，前面的白鹿眼神也不咋地，好不容易弄来点水，全倒外面了。周深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含在嘴里喷出去，导致白鹿接到的全是周深的漱口水。要知道，这个游戏的最后是要将乒乓球给叼出来的，还好白鹿聪明，直接将乒乓球给吹了出去。到了李晨和陈乔恩这组，情况和前2组挑战时完全不一样。沙溢不仅拽不动李晨，还被李晨频频泼水，比前面接水的陈乔恩还惨。郑恺和范丞丞玩了半天，因为水太凉，直接选择认输。而沙溢都快被拽到更衣室了，连桶都够不着，急得他直接开始唱京剧。作为搭档，宋妍霏没比沙溢好哪去，淋水淋到头发的弯都没了。原来这个比拼最精彩的地方，并不在比拼之中，而是在结束之后的惩罚环节。由前一个人泼后一个人，水越泼越多，让围观的人看着都很害怕。沙溢一看这惩罚这么猛，原本是让搭档宋妍霏受罚的，这一看还是自己上吧。因为最后的盆太重了，所以白鹿帮范丞丞一起泼，却没想到一半的水都被泼到他的身上了。张真源和宋雨琦的胜出，解锁了一个神秘任务，并获得了一把神秘的钥匙。此时的他们可以前往多瑙河对岸，进入布达佩斯中央市场，找到贩卖调料的神秘商店。这家神秘的商店只有在商场打烊之后才会开启，得到钥匙后可以进入店铺查看辣椒油的剩余库存。与此同时，其他成员抵达了本次行程的最终站多瑙河上的游船。游船之上不仅可以欣赏到蓝色的多瑙河以及两岸的风光，还有一顿丰盛的大餐在等待着他们。置身于美景之中，享受美食的同时，成员们也需要推论出究竟哪一组是最辣的队伍。两个娃娃的设定引起了大多数成员的怀疑，可惜的是，能验名牌的时候，没人选择验娃娃的名牌。宋雨琦十分认真地进行毫无道理的推论，凭直觉在厮杀。沙溢组和郑恺组一直在互相踩，推理环节乱成了一锅粥。明明在多瑙河上，却没能多长出一个脑子来，做出个正确的判断。
投票结束后，沙溢和宋妍霏以4票当选。被撕掉名牌后，发现沙溢果然撒了谎，他竟是辣椒油5，与搭档宋妍霏的辣椒油2加一起正好是最高辣度。而陈乔恩、李晨、郑恺都莫名发笑，不知为何。此时，郑恺被认为是最辣组，刚刚与沙溢互踩就是在演戏。可撕开名牌之后，才发现郑恺并没有撒谎，他并不是最辣的。原来沙溢和宋妍霏确实是最辣组合，而陈乔恩和李晨就是帮助他们打配合的第2辣组合。明明已经那么拼了，可这场不达佩斯之约却还是以沙溢做卧底且失败而告终。但幸运的是，巧克力公主及时苏醒，即便是作为导致公主昏迷的罪魁祸首，可沙溢依然获得了公主的礼物。布达佩斯之约结束了，但匈牙利之行却还在继续，更多精彩，敬下期，同样值得期待。